小米手环8 Pro 发布，我们是深度体验了1周，把所有的细项都是给大家测全了。包装是矩形的设计，核心的卖点都写在了后面，方便线下可以进行随意的选购。内部是分体式设计，表带和主体是分离装的，还有一根充电线。主体正面是直屏 1.74 英寸的 OLED， 跟手表是差不多大。钢化玻璃和塑料机身是直接嵌合，且玻璃比机身要更低。机身有亮黑、亮银两种，我的是银色。看着是塑料电镀的质感，实际上是纤维高强聚合物，再加上不导电真空金属镀膜，所以比塑料要更加耐磨。表面跟镜子一样是反光的，非常闪亮，容易脏也容易擦。支持5 ATM 的防水，可以游泳。屏幕从正面看黑的一体，很像是手表，而从侧面反光就可以看到屏幕的边框。左右是 3.64 毫米，上下是 4.80 毫米，上下会比左右稍宽一些。分辨率是 336×480，这儿的排列。PPI 是336，屏幕最高亮度是650尼特，比官方宣传的还要高一些，支持自动亮度调节。背面是黑色磨砂的塑料，凸起的地方就是传感器的部分。手表的厚度最薄处是 10.05 毫米，而最厚处是 11.49 毫米，重量是 22.34 克。表带是快拆式设计，通过按压的开关可以解锁，非常方便。材质是 TPU 抗菌低敏，不过跟电镀色的边框感觉不是很搭，金属表带可能会更搭一些。大家觉得哪一个好看，可以弹幕来投票。TPU 的表带重量是 16.02 克，佩戴比手表还是要舒适许多的，适合腕围135到210毫米，没有采用环扣，是扣针的设计，所以拆戴会更加的快，支持超多的表盘，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。而我之前用的华为手环绝大多数是需要花钱的，对于用户来说当然是免费好，对于开发者来说的话呢，肯定是付费好。那么大家觉得怎么样才好呢？屏幕的刷新率是提升到了60赫兹，秒针的摆动也非常的顺畅了。功能的方面，首先是数据的监测，支持心率、血氧、压力、呼吸、睡眠、久坐提醒等等，还是非常全的。我们也是一一进行了实测，心率和血氧我们对比血氧宝还是比较准确的，心率可以实时进行显示，而血氧饱和度的话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测算。而华为手环6的话就只能够在手机上操作，就没有那么方便。支持全天的记录和间隔的记录，也有报警的功能。采用的是转子马达的震动提醒，并没有扬声器。睡眠监测的数据是比华为还要更多，不过缺少了分数的体系，不够直观。我专门睡多睡少分别进行了测试，数据的准确度还有待于加强。比如说我午睡中间被闹钟给叫醒，刷一会儿手机又睡，而小米显示是全部在睡觉，华为就是分成2段，小米就这样子多算了1个多小时的睡眠。不过华为有时候也不是特别准，有时候接个快递电话接着睡也没有被记录到，有的时候反而是小米记录到了。这里还要吐槽一下，小米的界面真的是很干净，都是数据，而华为的话几乎全是广告，我都是从广告里面去找数据。广告其实也可以有，但是太多了还是觉得不好。运动支持5大卫星定位系统，出门可以不用带手机了，刚刚打开会提醒你等一下，卫星定位成功之后再开始，或者是直接开始。我用10、20、25这3个配速跑了3圈，定位和速度的记录都比较的准。我们的定位区域是和高德进行联合校对的，北方为河，南方是多人的广场，西边是马路，东边是居民区，涵盖了我们大家日常运动的主要区域。另外手表端还支持路径的预览，只是没有地图，而手机端还支持全景的追踪，这个功能就比华为手环要更好了。不过华为手环6并没有 GPS 定位，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进行对比了。运动的模式也是非常多，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里面都有，户外健身器、室内健身器还有水上项目，不过并没有泳姿，还是距离往返等等这些比较基本的维度，甚至连棋牌都有。当然只能够记录博弈的心率了，就没有距离步频这些细节了。部分的模式还支持投射到大屏，可以跟大屏进行互动。运动的功能方面是相当的丰富了，而华为的话只有几种，不过也不会像小米一样那么难找。慢跑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预设方案，可以分段进行配速，健身也可以更加的专业。而运动步数的准确率方面，标准踏步100次，小米显示102，华为显示105；跑步100步，小米显示91，华为显示98；忍者跑100步，主要是手部没有交替进行摆动，小米显示76，而华为显示82。日常的记录方面，2个进行互换位置，2天都是小米要稍微少一点。消息提醒支持来电提醒和信息提醒，可以看信息，不过并不能够回信息。来电可以去接，但是不能够接。我总是下意识的想要用手环接，结果一不小心就给按死了。你可能会错过媳妇儿的电话。蓝牙 5.3 只能够遥控手机进行放歌，并不能够独立的用耳机来听歌。支持支付宝和微信的扫码， NFC 支持交通卡和模拟的门卡。
只能是非加密，支持小爱同学语音操控，跟手机是一样的，可以遥控全屋的家电。电池是289毫安时，持续4次充电。我把所有的功能都打开，并且选择智能模式，不开常亮，来模拟多数用户的选择。跑步一次，电话也就2-3个，实测4天是从100%到了5%。跟官方反馈之后，新的系统已经是进行优化，不过也就是5天6天左右的样子。官方给出的数据是要关很多功能才行。最后总结，总来说外观功能像手表，而质感细节的话又像手环。大屏显示内容更多，不用手机的话也已经可以了。亮度和刷新率都很高，但是续航的话又稍低一些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是边框做成哑光会更好，不醒目也不容易觉得廉价。而玻璃边缘可以做成 2.5D， 健康数据还可以做一些拓展和建议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我是王七月，我们下期节目